这里有个38伏的电，这边就更狠了，90多伏电。本来我是修这些监控的，还有这个网络，因为他们这边就是这监控经常消失，这 WiFi 经常用不了。摸的倒是不电人，但是我一打开，伸手进去的时候我就哭了，这有电，30多伏电，这里是没有。所以当时我被电了一下，我就把这个插座给拔了，然后，但是我也看不出里面哪里有故障，所以我就把它插了回去。但一插回去，监控全部都好了，之前这些监控是全部都没有的，而且这 WiFi 也好了。现在的情况就是我要修一下，看看它是感应电还是哪里漏电。我得把这个给拔了，看它还有没有电。我不敢摸了。现在有意思的是，我把这个插座给拔了，居然还有电，地线也有，都是50来伏。这是他们总电源了。再试一下这个伏数就变成了20多伏，这电到底哪来的？里边的设备也都不通电了，我看看还有没有电，还有轻微的电。我试一下这个录像机。哇，还有90伏电，看来得拆了看看，是哪里接到了那铁上，还是哪里漏了电？我拆开这里线路也大概检查完了，这些都是监控的线，唯一的电源是这里，但它现在就是有电，而且这电还不低，90多伏。找不到从哪里下手了，这电哪来的？里里外外我检查过了，没有多余的电了。这条不是，这条是断的，这条完全是没电的，没有。但是这录像机它就是有90多伏电，我拔了这个试试。哦，拔了也有，拔了也有96伏，看一下，把它拿出来吧。我试一下还有没有。没电了，还有一点。试一下这录像机，100伏。问题就出在这里了，这录像机难不能这条 VGA 线有问题？这 VGA 线我已经拆下来了，待会看看，90多伏，差不多100伏。现在在测这个，已经没电了，看来问题就在这里了。VGA 连的这个显示器，测一下这个，这显示器可能有点漏电，这是它的电源，这电源是接到这里的。难不成是它漏电了？我找他借了个万用表，我们现在试一下这个显示器有没有漏电。
没反应，也没有反应，那应该不是显示器漏电。我刚才看到这里只有101火，没有地线，那应该是感应电了。后面我把插座给拆了，里面果然缺少地线。经过一番沟通，我才了解到这边普遍没有预留地线的意思，都是从电表接出来就直接使用了。所以现在麻烦的是，这个地面已经铺满了水泥，也不适合打入接地体，但感应电会一直影响设备运行，哪一步得不处理掉。我听一些电工说，在墙上打一颗混凝螺丝，也可以用来做于接地。征得老板同意后，我就在墙上打一颗试了下。接下来我们就看下具体的效果了。现在是有电的，100度，100伏放进去，放上去就没电了，松一下，放，可以了。不得不说，还是有那么一点效果的。但后面我把地线接入插排再试了下，还是有10来伏的感应电。看来墙上打破浪螺丝并不能完全消除感应电。不过好在录像机的感应电已经完全消掉了。之前我用这根电笔处理过类似的故障，那是在一个大工地里面，也是感应电引起的网络故障。若不是这根电笔，我还不一定能发现这种故障。所以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考虑入手一把。好了，本期就到这里了。只要把第2条宽带接上去，整个网络就开始崩掉。因为这期是做时路由器坏了，但这位 H37的网工大牛就坐不住了，连夜购买了同款的路由器做了实验，并且给了相对应的解决方法。他视频一公布，他评论区和我的评论区都沦陷了。此时我在想着，难不成当时真的是判断错了？秉着求真的态度，我再次携带我的路由器赶往了。A few moments later， 来到了现场，不知道之前发生什么情况的朋友，我这边就大概描述一下之前的情况。现在我电脑接在路由器上是可以正常上网的，这边我就随便拼了个外网，证明它网络是通畅的。外网拼通后，接下来我就要把第2条宽带接上去，看看网络会不会崩掉。为了更直观的展现，我这里就不过多剪辑了，直接断网，丢了一个包。后面能拼通几个包就断了。这里可以看到，我接第2条宽带上去，拼就马上丢了个包，大概过了15秒左右，拼就再也不通了，断了。然后一直断，再也连不上了，浏览器也打不开。此时我已经点击打开浏览器了，但是这个浏览器有个特殊性，你只要断网了，它启动是非常的慢的。没办法，只有拔了第2条宽带，网络才能恢复。只有拔了，拔了应该有1秒、2秒差不多5秒吧。大伙看见没有？只要拔了1条宽带，外网不但可以拼通，浏览器它也可以正常打开了。但是只要我接回去，网络就马上崩掉。我就不过多赘述了。接下来我就要用那位博主的方法来试下，看看能不能解决掉这个问题。我在湾口设置里面找到 ICMP 探测，我按照它这个方法把万1和万2的链路探测给关了。这时候我再接第2条宽带，看看第2条宽带接入有没有再次出现网络崩溃的情况。浏览器可以正常打开，这边再拼一下。按照它这个方法，问题确实可以得到解决，2条宽带插上去了，网页可以打得开，后面拼也没有断开的记录。但是大伙儿不知道链路探测的重要性，它是检查万口有没有可用的网络。如果关了这个功能，其中要是一个万口欠费了，或者光纤出了故障，它也会一直走这万口的网络，这样的话会搅乱整个网络的。那位博主也说过，这种方法并不完美，所以还是得把它打开才行。按照那位博主的建议，我把114的 DNS 换成了我们海南本地的 DNS， 但是问题来了，我们海南本地的 DNS 也是无法拼通的。我就这么填上去，会不会出现网页打不开的情况？当时改完后，我就马上打开网页试了下，果然还真的打不开了。这里我又验证一下，拔掉1条宽带，看看网络会不会恢复过来。
360可以拼得通。我大概拔了10秒左右，拼就开始恢复了，网页又可以正常打开了。看来探测地址要填写拼得通的 DNS 才行。当时我就试了下阿里的 DNS， 因为这个 DNS 它是可以拼得通的。我把它输进去后，就把第2条宽带再接上去，看一下会不会出现断网的情况。我看一下会怎么样。果然和 DNS 有关。看来填写能拼通的 DNS， 再接入2条宽带，确实就不会出现断网的情况了。貌似问题就这样得到了解决。果然和 DNS 有关。但是这边的故障远比我想象中的更加复杂。虽说阿里的 DNS 不会断了，但是我发现有时候网页加载的特别的慢，甚至有时候网页还出现打不开的情况。当时以为是光猫拨号导致的，后面我就把光猫改成了敲接，用路由器来拨号试一下。哪成想这么一改，不知道为什么湾口的地址总会消失。这2个来回跳，你没看见吗？对啊，所以说还是得通地址。现在不跳了，现在直接没了。地址老是跳，直接就断网了。再刷新一下，这手机看呀，又有了。先别急，先别急。我怎么感觉有 bug？ 确实啊，又断了，我再刷新一下，2个都没了。所以它还是冲突嘛。当时我们尝试关闭链路探测，但是仍旧改变不了湾口地址消失的情况。不行，你这2个根本来回跳，估计一直断，改了也不行。大概每隔10秒，湾口的 IP 地址连上又断开，连上又断开，就连拼也是断断续续的。后面我查看了一下运行日记，发现一大片都是断开的记录，这并不像是一个正常路由器该有的样子。说来也巧，它下面这路由器我上次过来还是好好的，但是那次停电不久后它就彻底不亮了，所以我仍旧怀疑它上面的路由器是不是也是坏的。后面为了验证这路由器是不是真的坏了，我就把我带来的路由器装上去。大伙看吧，万1和2已经连上了，而且拼外网10分钟没有断开过一次，看来真的是这路由器有问题了。很多人不了解现场的情况，看了那位网络大牛的视频，就在评论区对我一片的指责，反正各种骂声都有，甚至还有人说我拿了一个杂牌路由器给人家换上去就解决了。你要说这个是杂牌路由器，我就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了。看过小胡视频的都知道，平常我能修则修，从不轻易给人家换设备。你可以翻我100期视频，给人家换设备的估计不会超过3次。可能你们看到这里又要去人家视频那边评论了，但是请等一下，这事还有反转。我把路由器带回去检测，却发现了一件更奇怪的事，这个路由器在我这边拨号愣是没有断开的记录。我给路由器挂拼了几个小时的外网，一直没有出现丢包的情况，这和之前10秒断开一次那可是天差地别了。难不成他们那边的宽带存在问题？于是我就马上远程看了下新装的路由器有没有外网断开的记录。哪成想我这么一查，我的天，刚装上去短短几个小时就有3600条外网断开的记录。我突然就想到了219集我维修一家电竞酒店也遇到这种情况，只要路由器拨号外网就会疯狂的断开，只有把光猫改成路由模式，网络才能恢复正常。看来他们那边宽带确实出问题了。最好的证明是4台路由器在那边拨号没有一个是正常的，反而设备带到我这边来就无比的正常。那应该是那边的宽带设备出现了什么 bug， 这种故障一般的宽带师傅根本就查不了。那位博主也提到了光缆被挖断的情况，确实当时我来的时候，那边的负责人就和我说，他们路由器原本一直都是插2条宽带的，但是那天光缆被挖断后就出现了这种情况。看来这故障只能宽带方那边去解决了。至于一开始为什么我带来的路由器可以支持双宽带，他们这边3台路由器却不行，因为我才发现我这型号的路由器探测功能默认是关闭的。
大伙可以参考我284期，那期讲的是他们卡顿的原因是一条宽带欠费导致的，因为那边用的正是这个型号的路由器，他没有经过任何的探测就使用了那条欠费的宽带，然后导致一部分人网页打不开的情况。最后我想说下，我为了收集这些案例，为行业内提供参考学习，不知道耗费了多少精力，甚至我知道他自己掏钱维修的，我当时连钱都没有收他的，就因为这一次判断失误引来这么多人的嘲讽。我想说，这种故障除了这位博主，估计就没几个人知道了，因为他是 H3C 模拟器作者，他对 H3C 的设备肯定知根知底。当时我也把数据包发给了很多工程师分析，没有一个像他这样能分析出具体故障来，更别说我能分析了。小胡一直希望这行业内能再次出现一个像我这样通过分享案例造福这行业的100万粉博主，但是看目前的环境真的很难了。